好，那我们2位队长已经到位了，我们再有请我们的我们的歌手们啊，有请我们的婉芝姐、千桦姐比唱。欢迎王婉芝，欢迎杨千桦，有请。啊，比比。欢迎各位，咱们先请各位无双唱将们，也和正在看直播的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咱们先问候一下，打个招呼好吗？谢谢。从春开始，从吴桐开始吧。从我开始、啊。从吴桐开始。那个大家好，我是特别感谢你看念台本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国乐无双，也挺难的哈。首先非常感谢简纯对国乐无双的支持，让我们的创意能够真正的落地啊，为观众朋友们奉上了一个视听盛宴。今天我们得拿着，哎，对。今天念这一段必须得有这个。好的，今天借这个简纯为大家特地介绍一下，简纯结合我们节目推出了一款有个性的音乐导演，有个性的音乐3、2、1。有个性的3、2、1。简纯结合我们节目推出了一款有个性的音乐酸奶，大家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对应着不同的歌词，无论是热烈的、温柔的，都能找到自己属于你们这一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让音乐不只停留在舞台上，也要走进大家的日常。再一次感谢简纯啊，也陪我们把音乐玩出去。最后谢谢大家，找到自己的专属瞬间。不好意思，我这个广告有点念的实在，但是真的很感，没有简纯就没有这个节目。也感谢我们央视6台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感谢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们，感谢我们的队长。接下来话筒交给春春。大家好，我是绿春，大家久等了。欢迎晨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时爱少年团宋亚轩。谢谢亚轩。婉芝来。大家好，我是一半脑王婉芝，谢谢。欢迎王婉芝。大家好，我是杨千桦，谢谢。大家好，我是比比就不唱。欢迎各位啊！所有看直播的朋友们，相信你们已经在此刻都已经开始疯狂的弹幕给大家留言了啊！我们各位请坐吧，咱们坐着聊一聊啊。我们还有一些嘉宾老师现在在彩排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位老师刚刚彩排结束，刚过来也都是风尘仆仆没睡。对因为其实这几位无双唱将这几天都非常的辛苦。当然，本质上正如所有的网友们也在我们的国乐无双下评论的一样，这个节目更具象化的希望把一切都回到音乐本身，回到好听本身，回到把记忆时代和中文的词、普通话、粤语不同的词的逻辑去做整合，这样的本身。我相信在今天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还有看直播的朋友们，看到的很多我们已经播出的或者有路透的，都能感受到诚意满满。听完之后，我相信各位都非常期待这一期新的一期节目播出。咱们问大家，国乐无双在整个的录制节目当中，有什么是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可以在今天现场的直播和所有的网友们，还有和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吗？有吗？都有的啊，因为我是每一分钟都很印象深刻的。每一分钟吗？对，因为我好久没有录节目，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我可以再见很多老朋友啊。我们反而就是平常比较少见，但是就是因为节目，我可以再联系上，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也是因为朋友嘛，那可以讲话就比较直率一点，也开心。最重要的部分是舞台吧，因为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华语歌。未必就是平常有机会去表达一下，那这个平台上面也是可以让我自己再改编一些粤语的词，然后我就可以有一种，就是唱得很过瘾吧，对。唱得过瘾，过程当中非常的快乐，老朋友相见了。那既然说到老朋友相见了，我们就请千桦姐再回答一个问题，同时同样的问题也会问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无双唱将们。来之前有自己定下什么小目标吗？既然讲到老朋友相聚，会想提名自己的哪一位其他的朋友还没来到的朋友也来参加这个节目吗？千桦姐。小目标就是把每一个舞台就是做好，然后就是我自己在改的那个，希望可以让大家会变成一个新的作品去欣赏。说到推荐这个字呢，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我有志同道合，然后也是很喜欢音乐，然后也是聊得来的。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呢，
呼之欲出最直接了。我会，你知道现在一个音乐也是没有分年纪嘛？当然，那我会推荐我老公过来。那哦，他曾经是歌手，对，对他，然后他热爱唱歌，比我还厉害。哦，那他累积很多不同的音乐，如果是就是梧桐雨又可以的话呢，就可以下次就是邀请他过来试一下。我会推荐给他，然后让他知道他的老婆平常在录节目的节奏是怎么样。也是挺有趣的事情，对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感情变好了哦。有趣和辛苦都要让身边另外一半切身体会，对吧？怎么就工作到凌晨3、4点是怎么回事啊？对，就是哇，好青春哦！我觉得自己还好，还可以熬。就是我原来50多才是打拼的年纪，我现在才知道，这句话对是真的。正是奋斗的年纪，对不对？50多，大家都精力饱满啊。当然，哥哥今天到现场的朋友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录得非常辛苦。其实实话实说，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越到夜晚的时候，对歌手们的表演来讲，其实不太友好的，因为嗓子本身的问题，它会带来的考验越大，所以也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大家看到能有这么精彩的表演，都代表着在台前、在幕后、在录制、在准备的时候，每一位无双唱将的，无私的奉献和全力以赴的投入。咱们从那边春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有难忘的事儿吗？我最难忘的事情啊，我最难忘的事就是烫嘴啊。哦，烫嘴啊！因为其实我跟比比之前有录过一个粤语节目。对。我觉得那个节目，我觉得已经对我来讲是难的了，因为他就是唱粤语嘛。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在国乐无双的舞台，除了要唱粤语，还要挑战说是把自己的歌曲进行新的创作和改编，新的填词。那对于我来讲，它是完全没有一个原唱歌手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学习的。那一切就要从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来朗读和去抠那个字的发音，所以我觉得会比去翻唱一首粤语歌要更加的难。对，其实这个是很多之前可能对广东话没有那么熟悉的今天的无双唱将们的一个共通遇到的挑战。因为原来我们真的如果翻唱的话，那个音其实可以在脑子里的，但现在完全要靠自己重新学习，但又要表现出粤语的柔美、它的婉转，还有它的意思。所以大家看到了，立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今天晚上也更加值得大家期待。那同样的问题，给自己定下小目标了吗？来参加节目之前。我觉得尽量不要发出一些自己并不知道的奇异的发音，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目标。OK， 对，因为说真的，广东话是大家虽然我们有看香港电影的经历，听广东话的经历，真的自己要唱不是件简单的事。我好奇你是不是有说过出来啊？对啊，因为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就经常说出来，但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那后来才怎么知道？然后就是老师说，哎，你这个发音有点危险，但其实我是满头问号。他有直接告诉你危险的点在哪里吗？一首歌里出现了3到5次危险，那是有多危险？危险不方便，危险大家自己想，但是频率是非常高的。对，因为大家知道，广东话有9音，跟我们说普通话习惯的歌手来讲，其实难度是蛮大的哦。当然了，我们在规则当中，大家如果看节目的话，看到更有趣的地方。那还有会想提名一位自己身边的圈内好友也来参加国乐无双吗？圈内的好友啊？哎，你买版权没有啊？都买了。不是，你问君乐宝给了预算买版权了？有没有？买人也要买版权。你别哆嗦呀！我买了。那我想一想，好不好？想一想。好，我先期待你这个的答案啊。但是大家已经知道了，要买版权，肯定是一位版权他非常值得尊敬的歌手啊！对，好嘞，君乐宝老师，我们也听到了啊。亚轩也跟我们讲讲吧，您最难忘的瞬间有哪些？最难忘的瞬间，我觉得是那个我第一首那个《Song for You》。Song for You。对，那个还是挺难忘的。第一次在音综上尝试这种串烧，8首串起来，对，感觉还是挺印象深刻的。而且大家其实可能已经通过第1期节目听到了这首作品，其实它是一个时代跨越度很高的一个作品，8首歌囊括了很多的年代，而且在整个的改编上也做了非常多的新的创意。对你来讲挑战大吗？当时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非常大。但是石头哥他会就是很专业，然后很耐心的，就是帮助我。
对，成绩也非常好，也谢谢所有的网友们对《国乐无双》的支持。所以能跟我们具象讲讲吗？最难的是什么？在这个作品里，最难的就是也是不要唱串词儿。词儿还是一个对习惯了普通话演唱的朋友来讲，是的确实 OK。那有给自己定下小目标吗？小目标就是挑战更多风格的舞台，继续挑战。对，继续挑战。好，如果要提名一位圈内好友来参加的话，你的答案是谁呢？如果要提名一位圈内好友，古老师吧，古巨基古老师。哦，原因呢？情歌王。对，情歌王。您的就是确实那个亚轩的音乐阅读量还是很大的啊。那么我们可能对情歌王啊，当然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就更熟悉一些，所以希望他也可以重现类似这样的作品。是啊 ，OK， 好，谢谢。婉芝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你好。你好。哦，我再问一遍啊，对不起啊。你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谢谢千华姐，感谢。其实也挺多的。我发现，我很深刻，是我发现，原来我们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原来人都差不多的。哦。就是大家原来爱音乐，所以聚在一起。是。都是拥抱舞台的一群人，是很 respect creative 的一群人。原来，你无论是来自于任何背景，大家都差不多。有一点点的那种内敛，但是又有一点点幽默，又好像到舞台就会爆发。我觉得就好像还没有说话，已经觉得大家的距离拉近了，是这种感觉。是的，其实婉珍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惊喜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先小小的预告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包括春春老师也说，其实对婉芝的作品每一次都非常的期待啊。大家已经看到过一个作品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作品和其他唱将一样，是让我们非常惊喜的。那来之前，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类似这样的节目，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当然也很开心听到您是开心的。到目前为止，有给自己定下目标吗？来这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愿，或者一个方向要达成吗？就如果小小的目标就有2个吧，一个呢就是希望可以跟更多音乐人或者是幕后的制作人可以有合作，因为之前自己在做音乐做写什么的都是自己嘛，然后现在可以有机会可以认识更多幕后的团队，我是非常的期待跟他们合作。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的音乐的话，可能我在开音乐会的时候就有人买票了，是这样。希望会有更多人来现场听音乐，确实都会买啦。唱得是好的人就会有人不容易的，卖票不容易的。我们一起支持一下一般的可以吗？我们一起支持一下婉芝。谢谢。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平台上的朋友，有点尴尬。所有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支持2个字送给所有的无双唱将们。是的。他们在舞台上，其实我们在现场录制的时候，我跟吴彤可能更有感受。他们在音乐上的那份努力和认真，这一点我们感知的非常强烈。每一位人，每一位无双唱将，无论是在针对音乐在创作的时候、排练到舞台表演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那几分钟。但是那几分钟的背后凝结的是，在创作，在练习新的情感、全新的歌词理解与原曲相关的故事和自己的体验，以及自己在随着岁月成长、增加了新的阅历之后的一种全新表达，这些都在舞台上细节上做得非常非常的多。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刚才跟各位分享，好多位都是在凌晨4点，还在为自己进行排练，因为我们录制结束是3点，4点钟他们在舞台上排练。为的是第2天，所有到现场来的乐迷们，以及之后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们都能看到更精彩的表演。这些是通常不为大家所知的，所以真的做得很棒。希望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给他们
送上一个鼓掌的表情，送给所有的无双唱将，包括还没有来到现场的，包括还没有来到现场的作词人、音乐总监和音乐家们，我们的乐队老师们啊，谢谢他们。这个节目真的让音乐回到了音乐本身，让音乐回到了好听本身，回到了中文词本身的旋律和意境。今天我们也特别欢迎周笔畅老师来到了现场。大家好，大家好。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所以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你也可以讲讲初印象嘛，真是。初印象啊。初印象呢？要不然说小目标吧。说好嘞，好嘞。对，因为都是一个东西啊。对，有道理。就是希望不要录到那么晚。吴彤，吴彤。我们可以抓紧结束了。对，那个也是为大家谋点福利啊，你包括观众们啊。你看看他坐在旁边那一位在摇头的那个表情，他的眼袋已经很大了，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 Q 特写，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吴彤每一次都跟我们讲，我们可以早点结束的。当然也不止这一个。就是说话不算数，已经出名了，对不对？要加油，至少比昨天要好一点，每天都比昨天要好一点啊！真的吗？你听听千花姐那爽朗的笑声，期望，期待！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做好几期的朋友啊！哎呀，我的苍天呐！辛苦了，辛苦了。好，第一个目标大家知道了，希望在状态更好的时候，为所有的乐迷、为所有的观众送上更好的表演。当然，我们竭尽全力了啊！我还得往回掰一点，要不然也不行，我毕竟是员工啊。想提名谁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提一个，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也会唱粤语的吧？对，杨丞琳。对，因为之前然后其实有跟他合唱过一首粤语歌，对，所以其实他家里人然后有人是广东的，所以对，所以他其实是会一些粤语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也可以来这个节目试试。对，然后他才可以提名李荣浩，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啊，对不对？当然买版权可能花点钱，谢谢君乐宝对我们的支持啊，感谢。当然大家知道他有很多香港的音乐的色彩在之前的专辑里面。刚才婉芝还没跟我们分享，您想提名谁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是我要认识，互相要认识的吗？也不一定，反正就我自己喜欢也可以吗？可以。我很喜欢贾玲姐的。OK。但她也会唱歌吗？我知道。告诉吴彤就好了。确实会唱歌。是的。好了。我有想到，我想提名谁了。太好了。因为大家在讲的时候，我在思考就是我有一个我心目当中的宝藏歌手，然后呢，我在很多年前跟他拍戏认识的，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其实一直有保持一个联络，他叫范晓萱。那当然。对。哇，这是一个也是很棒的提名啊，必须发出邀请。对，而且他的音乐也非常的多元。对 ，OK， 好，那个。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共同在国乐无双对音乐上的感知变得更强烈，会提名的或者希望邀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接下来咱们问问导演吧，导演，请你跟我们聊聊国乐无双在制作前几期的节目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有没有跟以往做综艺不一样的全新体验？我觉得这次大家想很认真的做一档音乐类型的节目，很有音乐性的节目，所以我们请来的歌手，还有我们请到的台前幕后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这个就是栏目组的第一份诚意吧。当然，确实栏目组也是第一次做音综啊，所以说大家在共同做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包括这次我们给到歌手们的挑战确实很难，因为那个背粤语词，基本上都是崩溃状态。但是都完成得很好。其实刚才你看春春在彩排完还跟那个石头在对那个粤语词，而且非常短的时间要去记大量的词。我觉得，但是都是希望能把诚意给到，因为这个节目跟其他节目不一样的是，它是重新谱词了，所以它很多歌曲有了新的含义也有了新的挑战。因为咱们内地的歌手要唱粤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嘛。对我们来说也是在学习有在制作过程当中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制作困难其实就是我觉得还在探索中前行吧，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探索的，所以有的时候前面是一个很大一个坑，可能我们大家就去想尝试一下，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来不用感动的音乐。就有一些他给比如说因为石头也是很放飞的，常水老师，对，所以他有的时候给到我们很多歌曲，我们也觉得没想过还可以这么玩，尤其我们下一轮可能就是给春春推荐了一首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炸，但是正常就不太会想到有这么一个，怎么可以这么玩这个音乐？我们觉得大家都，而且歌手们愿意去听，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这么玩一下？我觉得这个我的话配不上这段音乐，我感觉。确实，杰夫老师，咱们作为一个专业回到音乐的音综啊，配这个音乐不是特别合适。但我想表示就是都很期待，大家没有一个歌手来是玩票的，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音乐。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之前我们的副总编辑蒋敏浩先生所说的一样，大家都没有在舒适区里去尝试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在全新的领域希望去丰满自己。然后这可能是我们国乐无双更希望向整个音乐、向整个音综表达的，我们想让音乐回到音乐本身，想让所有的音乐家回到音乐本身。那么，请总导演跟我们透露一下啊，根据我们现场您的导演组跟我要求问您的问题，您还没有播出的第2期节目当中，哪位艺人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其实这4位在座的艺人都正好参与了第2期，除了比比之外，就是我先退了啊！别。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没有拿出舒适圈的作品，就是都是还很惊艳，突破自我。我觉得都是突破自我了，基本上都婉芝姐那个第2集没在，第3集的时候在的，对，也突破。婉芝姐第3集也很突破自我，春春就是看到了很帅的一面，我觉得你会看到被这个舞台感染。然后小宋选的这个歌曲其实就是我觉得会唱，没想到改成粤语就更难了。但是你这个歌基本人尽皆知，很可爱。你一般看啊，就是一直笑着从头看到尾的一个感觉，不是搞笑那个笑，就是微笑啊，就是。然后千桦姐非常感动，我觉得唱的结合千桦姐的这个故事，非常的走心。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看到完全不一样色彩的大家。好的，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期待我们的第2期吧。确实，第2期在整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然我们相信还是留到观众那里当中，留到我们观众在看节目部分当中去真的感受。我们想来问一下已经录制过节目的各位吧，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感受，刚才已经分享过了。当初收到节目邀请的时候，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什么让你们下定决心来到这个节目的？各位无双唱将们可以跟我们说说吗？收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心里面有过犹豫吗？最后是什么让你们决定来的呢？春春。那肯定是犹豫的呀，太犹豫了。主要犹豫的原因是，我都不知道梧桐要怎么做音综。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还是有认同。那后来是什么让你打消了这个犹豫呢？就是我的好奇心啊，就想看看他到底能做成啥样啊。对啊，对，很想看看啊。很想体验一下。怕来了接歌哈。到目前为止，你的担心发生了吗？或者你的期待发生了吗？我觉得其实就是像他刚刚说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克服，然后同心协力的去精进自己想要去做的那个舞台。当然肯定是困难的，包括我们的录制的时间呢，然后大家要去不管是语言上的、音乐上的、舞台上的很多很多方面的，但是就是还是都在努力啦。对，然后我觉得歌手之间。当看到别的歌手的舞台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希望可以做得更好。谢谢春春。你看，好的表演确实互相起到的化学反应，也会激发自己的表演欲望和在音乐上的一种冲动。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个让音乐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我们非常期待的动力。亚轩也跟我们说说好吗？收到邀请的时候有犹豫吗？其实没什么犹豫了。为了传声筒来的。适应传声筒。传声筒，开玩笑。就是我觉得来参加这档音综就是一个很好提升自己的机会，然后也能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对，挑战自己。其实到目前为止，亚轩做的，我想各位都有目共睹，成绩也被大家所看到。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尝试更多的舞台，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更多的支持，包括亚轩在内的、彭真在内的各位所有的无双唱将们，谢谢他们的努力啊！婉芝一开始收到的时候有犹豫过吗？犹豫的。犹豫的，为什么？是什么让您犹豫呢？我自己的性格，我怕不适应，怕会梦到整个节目，都不太会说话。但是呢，我也很珍惜，如果这个节目真的是为了音乐，而且它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人听到粤语歌词。我本身就很希望更多人认识粤语歌，然后也可以跟普通话的歌手一起去交流。我觉得，而且不是比拼的比赛的，我觉得这一种就是真的很难的，真的很好。这就是我们回归音乐，希望能让中国人的音乐，让华语音乐能够被更多人听到。到目前为止还是高兴的，对吧？是的，谢谢你，也谢谢你为这个节目带来这么多的惊喜啊！千花姐有犹豫过吗？那我有没有就是问清楚要做什么，就不用就跳过犹豫那个阶段。只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很有趣，是我觉得原来音乐就是有很多可能性嘛。那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喜欢的华语歌，那这次也是一个可以用不同的方言在同一首歌上面做一些自我的表达，那挺有意思。然后不管是广东歌也好，华语歌手也好，都是一种无形中的一种交流。然后我也可以吸收一些关于我自己没有试过的舞台。这个节奏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华语跟广东话是肯定有分别的。它字数咬字表达的情感真的是不同的氛围。所以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很有趣，很好奇。然后也是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将一些不认识的朋友都可以拉得很近，那个就是无双的一个意义吧。对，把大家都拉得更近一些。谢谢，我想各位看节目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也希望今天在现场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到现场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有机会到现场，但也欢迎这样看节目的朋友有机会到 Z 世界可以来到现场，感受这种大家更近距离的在音乐上的交流。比比呢，跟我们说说。没有犹豫，就是哪里有粤语，然后我就来。对，然后作为大湾区的一员，然后有义务，对，有粤语我就冲，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们感受到粤语歌的魅力这也是比比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吴彤有什么要问大家的吗？作为总导演，对，其实就是最后一个问题问大家吧。就首先你们来的这个节目，当然。刚才那个国语粤语的转换，其实我想问春春讲了，就你们未来对参加国乐有没有期待的舞台？我们栏目组能帮着一起去实现的。目标想象力，对。期待的舞台。对，比如说你想尝试一个在水里唱歌，就瞎讲不合适这个对技术要求很高比如说我想唱一个什么样歌，我们可以一起去，或者舞台上会有什么对，或者你想唱什么风格的，或者什么风格的歌，你没有挑战过的，我们大家一起去。王菲的理想王菲10米跳台对，王菲的想。这个可能需要想一想想一想。对，大家可以都思考一下，看看大家或者已经有想法的，或者之前就想做，暂时没有实现的，咱们可以在这先提一提。万一吴彤帮大家实现了呢？因为确实他第一次做音综，他也不知道会做成啥样，可以帮他想想。我觉得可能是演出上面的一个，不纯粹是只是音乐。那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舞蹈老师或者是一些visual 就后面那个背景的一些画面，也是一些装置，也是可以将那首歌比较立体去表达。就是呈现出来，所以舞蹈老师不一定只是跳舞的，他们可能是一个说故事的人。那好像我之前看到，就是伊凡娜，她在香港有一些演出就是艺术表演，这个也是挺大的启发，就是音乐跟字体语言就是都是共融的。我觉得舞蹈老师也好，音乐visual arts，就是那些都可以放在音乐当中。那个也是现在就是年轻人都是会很愿意去解读或者是去欣赏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可以加入
那些艺术的方向在那个音乐上面。不其实我看一定只是姐那个 classical 演唱会有个 Life My Life， 你的演唱会做的就非常的有趣哈。对，就是刚刚就是我自己的新的尝试，因为这次演唱会可能就是要兼顾很多，可能是第一次来看的，有一些是真的是歌迷。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表演姐，已经很多次的演出，有些时候真的需要去表达自己想要的，肯定就要冒险一点。那这次也是真的很荣幸，可以在有一些好的伙伴，就是可以在舞蹈上面，可能他们是代表一种情绪。颜色也是代表一种方向，灵感就是怎么将情感、情绪放在舞台跟音乐，不一定只是一些 classical 的音乐才可以代表一种艺术表达，而是所有东西 pop music 各样都可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我在巡演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点上哦。把更多的视觉和音乐整合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整体，跟我们来分享音乐，不仅仅是听觉，我想可能视觉，乃至于大家未来想象的触觉，乃至更多，可能都可以有机会啊。好，这是您的想法。其他几位老师，比比有想法吗？舞台设计方面，其实我就说点实际的，就舞台设计方面的话，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做哈。然后不好接哈这个话。对，然后我只是希望，然后在那个选歌上面不要有那么多的拉扯啊。也有拉扯过，好像又听到了故事啊。有，因为也要有版权，我们还要沟通版权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对，这个就是做音综了。今天这个发布会确实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幕后，就做音综确实要平衡考虑，但是要努力，尽量找。既然回归音乐，就让大家唱到、想到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也是恐怕我们作为节目制作方可能也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吴彤也付出和他的团队啊，当然他的团队还有音乐总监都付出了很艰辛和卓越的努力。这是比比的心愿啊。好，婉之有了吗？有答案了吗？我会想，如果因为好像每一期大家都会很期待这个舞台嘛，如果有一期是我代表我自己啦，就完全到 minimal 什么都没有的，包括妆发造型都没有，完全只剩音乐，会怎样呢？我会想象了一下，因为刚才在想的时候，脑海里就一幕幕的很精彩的表演。但其实我们每一个音乐人，大家都真的很喜欢音乐，就在家里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最舒服的时候唱歌是怎样？就好像一个最真实面向音乐的时候，就很真实的送给大家，就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挺好。也是一个很棒的想法。但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我相信不管您是哪位无上唱将的粉丝，如果您有什么更独特的想法，也不妨打在弹幕上。我们的导演，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同事们也都在看，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和刺激，让我们来共同完成您和您的喜爱的歌手、音乐家们，他们一起完成一个大家想要看到的表演。完全素的表演，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好像是大家在 X 方向上的狂奔，突然又往 Y 方向上去寻找了一个新的突破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想象。亚轩跟我们说说，您有答案了吗？我觉得可以是安排一下合唱吧。对，合唱合作舞台，合作舞台，但也可以。也是。也可以啊，对，也是大家看过节目就知道，其实这个倒在我们的内容框架当中好像也有空间啊，吴彤。这可以想一下，因为本来原来想独唱是这个节目的一个特点啊。当然合唱，我觉得亚轩今天提，我们回去琢磨琢磨。春春有答案了吗？我觉得还是看音乐，就是因为每一首歌曲、每一个音乐它有的表达可能是大一点的，有一些是比较私人的、比较小一点的，所以不一定说一定要有一个多么大的形式。我觉得还是看如何能够诠释和表达那个音乐你想表达的内容。对，还是要与音乐内容相关。我相信无论哪一位都是这个意思啊。与本身想尝试唱那种比较抽象一点的歌曲吗？什么呢？这个反问非常好。比如呢？比如呢？我也想知道，比如呢？比如没有具体的歌，就是这个歌感觉是一个很飞的、很抽象的，不太像是你会去敢于挑战的
哎，你上次还 Q 了我小田哥好吗？对不对？你 Q， 这次是抽象是不是？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好了，好，我想一想。但是说实话，春春5集是5个完全不同的表演，每一个都是一个新的他，对，都没重复。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很佩服的。也要跟各位看直播的朋友们报告一下，吴彤说的5集是因为我们从录制到这一轮录制刚好是5集，所以他目前有答案的。当然，他后面还会有非常多超出我们想象的部分，大家都是啊，OK， 好，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录制，我想最后。在我们访问的最后啊，直播我们还有一会儿所有的网络上看直播的朋友，大家不要着急。我想请各位无双唱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场的无双乐迷们也非常的辛苦。每次其实每一位无双唱将唱完之后，都会非常认真的感谢我们现场的乐迷。今天比比来也会感知到的。然后包括咱们也有在很多朋友来探班的很多乐迷们，谢谢他们一直对国乐无双的支持，陪伴我们很长时间，而且用心的在感受音乐。我想可以跟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他们很多应该也是来到过现场的朋友们，也对他们说2句好吗？对自己的粉丝朋友们说2句好吗？他们也期待直播很久了，跟他们分享一下好吗？春春先来吧。我觉得还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非常真诚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无论是现场的录制，还是就是在这个电视机前，在网络上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因为其实对于歌手来讲，这么短的时间要准备这么多的内容，尤其是语言还有一些难关要过，确实是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每一次在那个舞台的那个灯光下，看到大家的举起的那个支持的灯，然后感到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节目播出之后的留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和鼓励，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各位，也谢谢春春。亚轩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然后我们会用心准备每一个舞台，然后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谢谢。谢谢亚轩。婉芝。对，我看到大家。感谢你们的支持，然后你们好像你坐那个位置就没有背靠的，就可能你的腰会很酸的，所以你回去的话就拉伸一下，然后你要多喝水，谢谢。谢谢婉芝，非常贴心啊，谢谢。千华姐，就是感谢了，因为那个是一种就是录节目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观众也不容易，就是一直都是陪伴我们，每一个录制都是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个舞台都是用心去听，然后是给到我们很大的力量，也是无比的情绪价值。所以我们每一个歌手都会好好去做好自己舞台。谢谢你们，谢谢，辛苦了。谢谢千华老师 ，BB。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感谢吧，然后谢谢每一位，我觉得不管是喜欢歌手朋友的粉丝们，然后还是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们，我觉得最后，然后都是要感谢大家热爱华语音乐。谢谢，也当然谢谢所有媒体的朋友们，现场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当然还有各位线上守候的歌友朋友们，我们。因歌而聚。我也感谢一下，我补一个感谢。好，当然。除了感谢粉丝们，我们其实还感谢电影频道。对，因为电影频道其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啊，尤其是品酒哥，在我们那个很多时候这个崩溃的夜晚哈，也会给我们这个做一个精神支柱，力挽狂澜。然后这品酒哥跟我们的歌手们，其实大家也都沟通的比较多，所以才有的品酒哥有电影频道，才有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的大家请了这么多好歌手的盛况嘛。当然，谢谢台前幕后的所有朋友们，谢谢很多可能对各位粉丝朋友们和乐迷朋友来讲并不熟悉的名字，但是事实上，他们和台上的各位无双唱将一样，都在推动着华人音乐，推动着中文音乐变得更好，变得被更多人熟知，也变得更多人用它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感知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因歌而聚，不知不觉咱们简纯国乐无双，越听越有，越来越夯。发布会呢也到了尾声啊，在今天的落幕之前，还有一份特别的牵挂要跟各位一同来点亮。
就是我们浙江卫视 Z 公益联合国乐无双微博在今天正式发起了国乐公开课的公益活动。无双唱将们呢将和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化身为公益倡议人，为所有音乐爱好者们分享专业的音乐知识。我们也诚邀每一位有音乐艺能的你，开启镜头，录下你的音乐教学视频，在微博带上“国乐公开课”这个话题发布投稿，和我们一起打造一座永不会消失的线上音乐课堂。好，今天我们简春无双越听越有越来越夯的发布会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锁定每周六晚的19点35分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20点05分 Z 世界。还有简纯国乐无双，让我们一起在听见经典的心声，听见知己同频，听见金曲里永不褪色的回响，更听见爱与传承的声音。谢谢所有今天到场的朋友们，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感谢。当然也提醒正在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等待。天气变得越来越热了，且请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注意身体。如果有任何需要的，也请和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联系，浙江卫视也会尽力的给予大家更多的支持和方便。如果有任何需要，请别忘了告诉我们。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在正片里再见了，好吗？谢谢各位，跟大家挥手再见吧。谢谢我们台上的每一位，谢谢各位无双唱将，谢谢春春，谢谢亚轩，谢谢婉之，谢谢千华，谢谢比比，谢谢总导演吴彤，谢谢各位。我们在节目正片当中。